公元1232年夏天，大蒙古国统帅托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，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，意外发生了。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，危在旦夕。巫师说，只有用亲人做替身，才能消灾解难。于是托雷向长生天祈祷，请求以身代之，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，一饮而尽。不久，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，托雷却一病不起，没等回到家乡，便撒手人寰。失去父亲托雷这一年，忽必烈18岁。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。父亲的死因一成谜案，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。他的母亲梭鲁和天尼，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。她开始冷静地思考，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。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。过去几十年里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，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，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。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。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，梭鲁和天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。他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，保持团结，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，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。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。她教育忽必烈要把视野拓展到草原之外，要去寻找一种方式，让祖先流动的工业永久地凝固下来。纪录片《中国》第2季由经典献映，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托雷去世2年后，公元1234年，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。曾经攻灭北宋、称霸中原100余年的金国，就此烟消云散。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。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。在此之前，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、西夏。随着金的覆灭，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。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，他们再度集结，随时准备南下。再向南，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，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，以及更南端的大理。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，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。公元1235年，金国灭亡的第2年，一名叫八思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。
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。八思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。然而他出生没几年，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。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，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。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，这里已经有300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。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。其中，八思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，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。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。就在八思巴5岁时，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，杀死了数百名僧人。有记载到，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八思巴的父亲去世，从此担任萨迦派教主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就将他带在身边，亲自予以教导和培养。在一些具有政治远见的藏族人看来，外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，让封闭的高原与蒙古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建立连接无可避免。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连接，他们一时还没有想好。历史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契机出现，但当它初露端倪的时候，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志士的考验。一天，62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。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2皇子，受封河西的阔端。他告诉萨迦班智达，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，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，选择时选中了你。这一年，八思巴10岁，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，却迎来了人生的第1次远行。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6岁的弟弟，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。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，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，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在青藏高原上，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，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，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，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。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把继承人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，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。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，光在路上就耗费了2年。转眼间，八思巴在凉州已经待了7年。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。来到凉州的第2年，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，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。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，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。2年前，叔叔在凉州圆寂，八思巴继承衣钵，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。对八思巴来说，这是权力的交替，更是责任的传递。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，他时刻铭记在心。
只是现在，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。他快速地成熟起来。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，阔端也离开了人世。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，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。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八思巴身上。他决心走得更远。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，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。八思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。公元1253年的夏天，他收到一份邀请。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。在八思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。过去10多年里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，大汗之位也几易其主。公元1241年，窝阔台病死，他的儿子贵由接替了汗位，但没过几年，贵由就去世了。公元1251年，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。蒙哥是拖雷的长子，忽必烈的长兄，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。蒙哥即位后，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。八思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，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。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。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。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，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，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道西部藏区。此种情况下，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。忽必烈已经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。母亲在前一年去世，但母亲的教诲已深植在他的心中。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，哪怕前路凶险，他也一往无前。往南去，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。在八思巴看来，这是他走进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。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，有了凉州会谈，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？八思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。不过，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，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八思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。所以，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。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八思巴下达任务，摊派兵差，征集财物，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。八思巴心中很是不悦。他说：“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做主，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。”就在八思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，忽必烈身边的王妃察必站了出来。他告诉忽必烈，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，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。八思巴这才重新坐下，他想到，
这正是向忽必烈施加影响的良机。过去几年里，他学习到的中原历史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。他决定以唐朝时期汉地与吐蕃的联姻，以及历史上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来说服忽必烈。他想让忽必烈认识到，要取得藏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，需要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信仰，并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建立深层次的关联。忽必烈表面上依然不露声色，尽力保持着一个王子的威严，但在内心，他对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突然产生了兴趣，甚至有了些许好感。作为忽必烈最宠爱的妃子，察必就像一缕清风，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他主动拜八思巴为师，还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解决教权与王权的冲突。听法或人少时，上师坐上座；公开场合时，韩王坐上座。有时候，女性的理性、宽容和善良本身，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。在察必王妃的促成下，公元1253年，忽必烈正式拜19岁的八思巴为上师。他们以宗教的形式，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。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。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，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，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。遇到八思巴之后，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，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地充沛起来。这种看不见的力量，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。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。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，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。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，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。有一些相遇和结缘，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。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，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。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。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，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。早在10多年前，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。那时，他还在山林中隐居，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。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，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。他的祖辈先后在辽、金和蒙古为官。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，但很快就辞官隐士。山中日月，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。10年如水流逝，他出入儒、释、道3门，潜心向学，对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。就在26岁这年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海云印简禅师。因为禅师的到来，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，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。
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学，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，特意绕道前来拜访，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。唐帝国黯然崩裂后，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5代十国，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。400多年过去了，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，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。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，在他们看来，无论何人能用事，能行中国之道，他就是中国之主。就这样，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，便一路跟随，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。在这个汉臣体系中，还有一位大儒。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，他感到了一丝隐忧。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，他却对忽必烈说：“今天下土地之广，人民之殷，财富之富，有超过汉地的吗？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，大汗还管什么？”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，主动向哥哥申请，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。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舒。因为姚舒的提醒，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，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和刘秉忠一样，姚舒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。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，他已年过半百，但还是欣然前往。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。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，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100倍，他需要人帮他。母亲、察必、八思巴、刘秉忠、姚舒，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地。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，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。公元1257年，姚舒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。这年12月，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再次相见，一时无话。忽必烈向蒙哥敬酒，蒙哥一饮而尽。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，再次敬酒。如此再三相对无言，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，毕竟血浓于水。之前，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，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，成效显著，却引起蒙哥的猜忌。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，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，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。这场酒喝过后，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，忽必烈留在了漠北。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2年，公元1258年初春，蒙哥亲率大军，兵分3路攻击南宋。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，
原本计划在第2年3军会师，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。不过，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。期间，因为东路战事遇挫，忽必烈被重新启用。亲临前线的蒙哥，在高歌猛进地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。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，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，充满悬念。比起年幼的儿子，3个正值壮年的弟弟，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。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，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。他并没有立即北归，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。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。3弟是西征统帅，已留驻波斯。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4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。这一年，忽必烈46岁，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，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，那是人的思想。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，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，鼎力相助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公元1260年3月，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，在众人拥戴下，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，宣布即大汗位。不到1个月，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。大蒙古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2个并立的大汗，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。纯就军事而言，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。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，并不是兵马粮草，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。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。这一次的成败，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。对胜利的信念，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。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，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，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册。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。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，以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。他很早就建议，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，安民固本，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。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，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，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。对于战争来说，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。作为忽必烈的上师，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，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，以示祝福，并计算好时间，确保贺词在正月初1送达。
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，有自在威吓之坛城，放射出炽热之光辉，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，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。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，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。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。每一个新年伊始，都仿佛是一次蒙、汉、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。1260年12月，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，授以玉印。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，八思巴深知，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。他为忽必烈祈福，也为天下众生祈福。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。公元1264年7月，历时4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。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，向自己祈降。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、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，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，但在最后一刻，他还是心软了。他赦免了阿里不哥，赐他自由。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。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1000余人，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10人。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：“天地之好生，王者之神武不杀。”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。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，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。忽必烈赢了，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，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。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。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。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，有通晓天文、地理、算学、卜卦等知识的术士，还有擅长经商、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。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，不同的人生履历，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。他们各有所长，但目标一致。自忽必烈及汗魏开始，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。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，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。在中央设中书省，总领全国政务，将原属于尚书省的6部划到中书省管辖。所有的努力，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。这一年，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。与祖辈和父辈相比，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，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。献上了大元2字的刘秉忠，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。大元取自《易经》中的大灾前元，前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，寓意着伟大的开端。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，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。公元1267年，
刘秉忠奉命，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。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，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。它的四面应该各有3座门，城中有9条南北大道，9条东西大道，每条大道可容9辆车并行。皇宫的左边是宗庙，右边是社稷坛，南面是朝及中央机构的衙署，北面为集市。每市和每朝各100步见方。这是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，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。公元1274年正月初1，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，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，接受百官朝贺。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——大都。大都由皇城、宫城、外城3重组成，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。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，街道布局规整，大街宽24步，小街宽12步，若干小巷名为胡同。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。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，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。以儒治国，以佛治心，这是元帝国的国策。大都建成8个月后，刘秉忠与世长辞，带着开文明之治、立太平之基、光守成之业的梦想，他远赴漠北，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。传奇的人生，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。刘秉忠去世2年后，忽必烈攻灭南宋。从成吉思汗开始，经窝阔台、蒙哥，再到忽必烈，历3代共70余年，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，终结了西辽、西夏、金、吐蕃、大理、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，继隋唐之后，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。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，东起日本海，西抵天山，北到贝加尔湖，南至暹罗，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。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，初名总制院，后更名为宣政院。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。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，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。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，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授法，他为这个正在成型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，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。长久以来，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，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。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，政令难以通达，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。八思巴用时数年，以藏文字母为蓝本，结合汉字、维吾尔字的书写习惯，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。公元1269年2月，
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。此后的元朝，凡是诏令、公文、印章、钱币等，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。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。1年后，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，皇天之下，一人之上。自八思巴开始，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，地位极其崇高。然而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，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，独自返回西藏。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，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。回到故乡的八思巴，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，清查户口，设置驿站，划分13万户。公元1280年，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，享年46岁。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，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。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。现在，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。公元1285年，几番周折之后，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。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。他已年届70旬，状态越来越差。过去几年里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尧叔，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，相继辞别人世。有一年，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，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。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，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，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。就在这种情形下，有江南御史奏称，皇帝年事已高，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。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，秘密留下奏章。但不久，就有人揭发了此事。忽必烈大为震怒。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，从小被尧叔等儒臣教育长大，以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。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，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。他对奏章一事一无所知，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。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，很快离世。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，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。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。真金死后，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。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，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。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。真金
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，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。他不在了，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？年轻时慷慨豪迈、一路凯歌的忽必烈，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。至亲的谢氏，政治决策上的挫败，让他变得消极抑郁。他一生好酒，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，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获得安慰。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。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，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、奔腾呼啸的时光。人生的最后几年里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。衰老、肥胖、失望、倦怠、酗酒，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。公元1294年，忽必烈在大都病逝，终年80岁。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，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，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，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。长久以来，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，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。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，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。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。经典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戏剧与小说在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，剧作家关汉卿带着他的儒生梦、英雄梦和旧时梦，创作了不朽的剧作。戏剧由此承担起了文以载道的使命，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，也从此更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。